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周年庆的更新公告来了。那么现在我看的是抢先看版本是国服那边发出来的，它这里是写9月11号更新。那么因为现在国际服正在维修的关系也不清楚维修之后会不会有公告，所以我觉得国际服可能时间会跟国服不一样。那你们要以自己的系统邮件为准。不知不觉的5周年终于要来了，哎呀，我也是玩这个游戏玩了5年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周年庆又有什么活动。周年庆活动之一签到活动，但是它这里是写给传说统帅，那我就不确定到底是给哪一位啦。不过据我对官方的了解，很大可能他给的传说统帅就是采集统帅。周年回忆录也是回来了，就是我们每一年都有一本书可以看自己到底击杀了多少，参加了多少次的埃及之战，称之为回忆之书。再来兑换奖励的活动，相信应该是跟我们平时差不多，完成5天的活动之类的。眼疾手快就是拼图，作战演习就是打洛哈。没有想到大漠逆中也是回来了，就是那个骆驼短短短，还有奇妙马戏团，这个是我觉得有史以来最坑的活动之一啦。我不懂各位是怎样想啊？那你们觉得这个活动比较值得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还有登峰造极也是会出现的，那登峰造极出现呢，它是会有一个更新包的，然后刚好步兵也是要在10月左右会出现了，所以预计更新包更新的时候，里面是有包括登峰造极的皮肤，还有包括一些统帅的东西，所以相信不久的将来应该就会有消息了。再来联动计划，这个我没有看过，与陕西历史博物馆联动。但是陕西是中国的地区，然后再加上这个公告是国服的，我不确定国际服有没有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可以拿到全新的装饰品错金杜虎符，我上网去搜索了一下，是长这个样子的。那我看到这个模型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像花木兰的技能。那这个活动给我的感觉有一点像之前的三星堆活动，也是一样，完成任务之后可以拿到城市的装饰品。辉耀之路，这个是只有在第2赛季前的王国开放21天的王国才会拥有这个活动，所以跟我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在第2赛季之后的王国会有一个荣光史诗，这个我就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就只能等官方后续爆料才知道这个是什么来的。第二点，奥西里斯巅峰赛即将开启，正常来讲我们奥西里斯联赛结束之后就会开启，这个是很正常的。至于这一次会不会又有什么 DDoS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第3点，联盟管理相关优化，新增联盟黑白名单管理功能，处于联盟成员黑名单中的执政官将无法申请加入该盟，处于联盟成员白名单中的执政官，其入盟申请将会自动通过。这个东西我记得有玩家反馈过，没有想到官方终于实行了。这个东西是好东西来，是很方便官员们去操作，尤其是打 KVK 的时候，又或者是一些捣蛋鬼可能你已经踢他出去了，但是他改了名字，又或者是你一时间记不起他的 ID， 就会无意间又把他放回进联盟里面。所以这个更新其实还是不错的。第2点，在失落之地中，联盟盟主、官员和队长能够遣返处于联盟集结、联盟建筑建造和联盟建筑驻防状态中的执政官部队。这个东西其实在很早之前就有玩家反馈过，等到现在才改是真的有点太迟了，已经5年了各位。第4点，征服赛季相关优化，新增了预告内容，现在可以查看下次报名的剧本开启情况了。是说可以看到下一次有什么地图可以报名吗？还是说我可以看到下一次有哪一些王国可以报名？我觉得后者会比较好一点。那第1点我还是不确定我们看第2点，增加了剧本报名时标记敌对王国的功能，标记某个王国为敌对王国后，如果和该王国分配到同一个失落之地，则会被尽量分配到不同的阵营这个对于 CD 主王国可能会比较困扰一点。先锋王国或者是 A 组的王国可能不会常遇到这个情况，那我们在 CD 组可能你是跟这个王国曾经打过架，但是你又不想跟他做盟友，又或者是你已经知道这个王国是很浓的情况下，这个功能就很好用但是官方这里是写尽量而已，不是讲完全会变成敌对，也就是说有一定的概率还是会变成自己的盟友。毕竟你们想一下，如果是有一个王国他要搞事情，他把全部王国都变成敌对的话，那他要怎样匹配呢？这样他不是没有盟友在同一个阵营里面了吗？所以官方这边写尽量有概率性是正常的，你们不要以为说你标记了是肯定变成你的敌人。第3点，新增王国技能流放，此技能将会流放一名位于王国的执政官，使其城市迁城至本王国左上角最外围行省。这里官方还标记了一个1，若目标行省无可用空地，则将其随机迁城至本王国下一个最外围行省，就是如果1满了就迁城到2，
那这个东西在之前的玩家社群反馈里面我有提到过啊，不过也是蛮长一段时间，好像也是快1个月了吧。第5点，桌面版优化，优化了个人信息界面展示形式，同时增加了奥林匹亚之巅、埃及之战以及失落之地战绩展示。第2点，优化了商城界面展示形式，这个桌面优化其实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啦，除非你是玩电脑版，那我用手机跟 iPad 比较多，电脑我是真的很少用。第6点，其他优化，哇，这个有点长啊，调整了使用雁行政部队变为远程形态的易用性。哇，这个就改得很快啊！官方前不久才讲要改雁行政，现在就改了。使用雁行政部队将可以在任何开阔的空地转为远程形态，包括非好友的联盟领土，缩短了由部队形态转为远程形态或远程形态转为部队形态的时间。现在我们如果是用箭塔部队的话，建的时间大概是7秒，拆的时间大概是8秒。这个建跟拆的问题呢，其实也是影响蛮大的。那我不确定官方会缩短到多少，那我觉得4秒3秒左右其实算是比较 OK 的。新增了在形态变换期间终止变形的功能，这个东西你们也可以去试试看，就是你在做箭塔的时候，它是不能中间取消掉的。也就是说你在建这箭塔的时候，刚好敌方杀过来，你就是站着给人家打而已，你不能中途取消。所以官方增加这个功能会比较方便一点，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可以马上取消。拖动使用雁行阵的部队攻击敌方部队，雁行阵部队将会自动选择适当的位置转为远程形态。这个东西你们也是可以自己做下实验，就是你带4队野战的一个箭塔，当你的4个野战可以打到其他地方的时候，箭塔它打不到的范围就是站在原地而已。那么以我的理解，这个功能增加了之后，可能就是你打的那个部队它可能跑得比较远，这个箭塔它会自动拆掉，然后走到适当的位置，再重新建过那个箭塔，在可攻击的范围攻击敌人，这样子会比较便携一点。但是我个人觉得相对会比较危险一点啦。但是官方这里讲了，他们缩短了时间，那可能会比较好，因为远程统帅都是要带工程车，工程车又跑得比较慢如果太靠近敌人的话，可能来不及跑，到时候亏可能比赚的更多。不过也不确定官方有没有设计一些锁着的按钮，可能可以锁着你的远程，不要让它走来走去，这样改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啦。那可以看到远程呢已经稍微做一些改动了，我们就看之后会不会有更多玩家去使用雁行阵。第2点，新增了大量个人成就奖励内容，这里就没有写得非常仔细到底增加了哪一些。第3点，调整部分军器持坠效果在战报中显示语句。第4点，新增驻防队长在退出驻防时的2次确认。因为之前打 KVK 的时候有试过，我们打到一半，然后我们的驻防车头不小心把驻防拉出来了然后就不小心被骂了。那或许你要换驻防统帅的时候是比较麻烦一点啦，但是这个东西对于你有打野战又有驻防来讲呢，可能是比较好一点了。毕竟你们也知道建筑物没有驻防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假设是集结还好，车头是不可能不见的，但是驻防的话是有时候会不见掉的，你会拖着大家一起死的。第5点，在缩略地图驻地和资源分类中新增了联盟领土和名称的显示。那官方所讲的就是这个东西，更新之后就会多出几个选项。第6点，优化了失落之地中阵营图标的显示效果。第7点，优化了酒馆中所有宝箱交互体验。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周年庆公告啦，这边更新其实也没有讲更新的非常多，大多数更新的内容都是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可能是以前你都觉得不太方便，然后后期再更改。我个人还可以接受，但是对于周年庆来讲，这样子的更新好像是真的有点少。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期再见。